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韩国版的泥鳅钻豆腐，沉浸式欣赏好食材的糟蹋式做法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江原道，继续寻找舌尖上的寒酸。每到冬季，当湖面薄薄结上一层冰层的时候，这里的村民就会准时的来到河边破冰，用大棍子使劲敲击冰面，然后从冰洞里拉出冬至前放入的陷阱。仔细一看啊，原来是泥鳅啊！而女人们则在家中把黑豆提前用水泡好，然后把黑豆倒入搅拌机里，日的一声打成糊糊，之后把这些黑豆末全部倒入锅中开始炖煮。煮豆浆的时候，把刚才捞上来的泥鳅简单的用盐粒进行搓揉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就行了，不需要在水中养一段，也不需要吐沙子，吃的就是个原汁原味。这个时候，刚才的豆末已经在高温下变形成了大小不匀的块状，趁热就可以把刚才清洗好的泥鳅直接放入豆腐中。据说这种做法呀，记载在朝鲜王朝李龟经的著作中。他在书籍中记载呀，把豆腐放入盛有水的锅中，让它浸泡着，然后放入50到60条泥鳅，在锅底生火。随着水变热，泥鳅为了躲避热气，就会钻进豆腐里啊，这就是名菜泥鳅钻豆腐。但是我觉得哪里似乎有点不对，于是我又去查了，这不是起源于中国的吗？在中国，泥鳅钻豆腐又名貂蝉豆腐，是一道民间传统风味名菜。传说这道菜起源于河南周口地区，当地一名叫邢文明的渔民将卖剩的小泥鳅与豆腐一起烹煮，意外的发现泥鳅竟然钻进了豆腐里。这种做法很快在当地传开，后经厨师的改良，成为了宴席上的名菜。而后又用这道菜里的泥鳅比喻狡猾的董卓，因为泥鳅在热汤中四处逃窜，最后钻入冷豆腐，但仍无法逃避被烹煮的命运，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王允献貂蝉实施美人计的情形，故而增添了这道菜的文化内涵呀。不过江原道的人民似乎觉得呀，按照书籍上的做法老麻烦呀，于是灵机一动，直接把那个洗好的泥鳅扔到了炖好的豆末汤里。但是没想到那个泥鳅往里一扔，没一会儿就死了，那咋办呀？于是机智的韩国人民又想到了把煮好的豆腐渣和泥鳅一块打捞出来，然后倒在纱布上过滤不就行了吗？确实，把豆腐末和泥鳅都放到带有窟窿的木箱中，然后再用石块压上，就可以过滤出多余的水分，再拿出来就变成了完整的豆腐，而泥鳅则老老实实的待在豆腐中间。此时的村民早已经迫不及待的品尝这道名菜，把豆腐切成大块，拿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呀，因为里面珍贵的泥鳅时不时的就会掉出来，所以一手拿着豆腐，另一手最好接着，防止泥鳅掉落，然后趁着热乎劲儿大口品尝，不需要任何调味，直接吃就行。此时浓郁的豆香和泥鳅的腥味直冲脑门，当然想要更好吃，还可以配上韩国国宴泡菜一块吃，味道更加马西骚呀。除了做成美味的泥鳅钻豆腐，剩下来的豆渣也不会浪费，比如做成豆渣烧饼。总之，豆子全身都是宝，韩国人民离不了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